Hello， 大家好，我是蚁王，这次来上手测试一下来自 ROG 的小钢炮笔记本，使用锐龙4000系列8核处理器的幻14是的，锐龙480HS 是我购买这一台笔记本来做评测的最大理由。在过去的10几年里面，高性能的笔记本市场，不管是游戏本还是工作本可以说都是英特尔一家独大，几乎看不到有 AMD 的身影锐龙之前就不用说了，锐龙之后也只有个别厂商直接把中面板塞到笔记本里面又大又重。3750H 这一个4核的标压处理器也不太够意思，所以这次的锐龙4000系列移动标压板处理器的推出就可以说是意义非凡了它最高去到了8核16线程，规格上直接对标英特尔现有的最强的笔记本处理器，价格还便宜了不少大家都知道，有竞争的市场才是活的市场，可以促进更好更便宜的产品的诞生。不过，虽然新处理器以及这款幻14已经发售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京东上面一直缺货，到了6月份中间左右我才终于买到再加上5、6月份我一直在折腾时代酷睿以及我们自家的机箱7月份事情又比较多以及测试也要花不少时间，所以幻14的评测就一直延后到现在了。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小故事一开始我是想认真做一下480HS 和时代笔记本酷睿的对比的所以就去京东下单了之前口碑还不错的 Y7000P。当时相近价位的显卡相同的配置就只有处理器是i7-10750H 的，是6核12线程。考虑到现在的游戏大多数吃不到8核而且 Y7000P 是比较厚的游戏本所以至少游戏这一块 1070H 应该不会吃亏。结果我们下单到货的第2天，也就是618刚好1周之后联想就推出了新的 Y7000P， 价格比我们买的那个版本便宜了几百块CPU 还从6核的升级成了8核的10875H这是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反响还是挺大的好就好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激活，顺利7天无理由退掉了。顺带一提 ，ROG 这边也是出了个差不多的情况我刚买完幻14就出了个冰锐2处理器显卡都要更强，屏幕刷新率要高不少，只比我这台贵了1000块今年这个笔记本市场的竞争是真的激烈不过冰锐2毕竟是15.6寸的，比我这个幻14大一些重些，而且听说散热方面幻14反而表现更好算是心理平衡一些。顺带再吐槽一下幻14在 ROG 官网上面的英文名是 Zephyrus G14， 然后 Zephyrus G15 的中文名呢就变成了冰锐2，而这两台机器的定位、模具、卖点等都有差别，厂商迷惑行为。总而言之，因为各种原因，这一次的视频就调整成了相对简单一点的幻14的上手评测正儿八经的锐龙4000对比时代酷睿标压，可能就要迟一点另外找机器了故事讲完，正式开始幻14的介绍。虽然因为时间关系，这一次不打算放开箱的部分但是不得不说，幻14的包装还是挺有特色的使用了黑白撞色加斜线切分的设计，第一眼看上去是相当的惊艳。内部倒是和普通包装箱差不多。包装放一边，来看看笔记本本体，就和幻14这个名字一样，它是一台14英寸屏幕的笔记本机身非常轻巧，只有 1.65公斤，这个重量已经可以放到轻薄本的范畴了，很多超级本都是 1.5公斤左右，甚至就连 iPad Pro 12.9 加上 Magic Keyboard 和 Apple Pencil 之后都要 1.4公斤。机器最厚的地方是 1.8公分，我量了一下是不算脚垫的厚度毕竟机箱外面的部分不算体积嘛。总之机器整体可以说非常小巧，单看外观很难想象 ROG 在这里面塞进了一个8核心的处理器，再加一张不错的独显。我选择的配置是京东上面最便宜的那款 R7 480HS 加160钛 Max-Q 2K 60Hz 的屏幕8GB 内存加512GB 的 SSD。不过买到手之后，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一件事情，这台基础配置或者说盖板的幻14，它是没有矩阵灯效的 ，A 面不能放 Bad Apple， 矩阵板还要再加3000块也就是说我买到了一台没有零粉的换洗器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考虑到测试都跑得差不多了，还是坚持下把这个视频做完吧。A 面整体采用了喷砂铝合金加阳极氧化，摸上去的质感还可以。然后虽然没有了矩阵，但是斜线分割加打孔的设计依然保留了。新一代的积灰神器，我已经想象出1年之后里面全部塞满脏东西，抠都抠不出来的样子了。感觉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贴个膜会比较好。顺带一提，右下角有一部分不是穿孔，而是画上去的图案不知道是因为底下藏了什么天线之类的东西，还是故意做的外观设计。品牌 logo 放在了左下角一片小小的银色亮面牌子上，对于 ROG 的笔记本可以说是相当的低调了这种设计风格也算是符合幻14的便携高性能设计师笔记本的定位。
转过来看一下 B 面的屏幕，我买的这个版本是2560×1440 2K 分辨率60赫兹的屏幕。按照商品介绍页说明，这个屏幕是通过了 Pantone 的色彩认证。经过 iOne Studio 检测后，这个屏幕的 sRGB 覆盖是可以去到103%的但是出厂状态下蓝色有一点飘，色准也不太好，最大 Delta 都上到8了。校色之后的表现就好了非常多，平均 Delta 直接低于1，算是相当准了。只有蓝色还是飘一点，也算可以忍受吧。另外，友达这块面板的响应时间是25毫秒，比较高。FPS 玩家还是选择 1080P 120赫兹屏幕的配置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幻14为了实现屏幕3边窄边框，没有配置摄像头如果你经常使用笔记本进行视频通话的话，就要考虑一下了。屏幕的下巴比较高，不过我反倒觉得还行因为看笔记本的屏幕是需要低头的，显示器抬高一点，反而脖子能轻松一些。转轴实侧可以单手打开，不错打开之后下半身的一边会被抬起来一个角度，可以加强底部的气流流通。对于内置8核处理器的轻薄本来说，散热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下半身倾斜之后，键盘也是倾斜的，打字时更符合人体工学。说到打字，那么就来看一看笔记本 C 面的键盘吧。幻14这个键盘的手感比较有个性，按下去压力比较大，但是又好像有一点肉肉绵绵的感觉，不太清脆。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静音做的设计。键盘左上角有几个常用的功能键那个 ROG logo 的按键是一键打开 ROG 武器库软件的可以方便调整机器的设置和更新驱动什么的。右上角开机键还集成了指纹识别，是按开机键时会记录指纹信息，开机后自动登录 Windows 的那种非常方便。触摸板是玻璃的，比较光滑，手感不错，响应也比较灵敏。尺寸不算大，但是我觉得用起来还行毕竟 Magic Keyboard 上面那一个还要更小一点。再反过来看看笔记本的低面，这边就比较简单了，除了下方左右两边有2个喇叭，就只有横平竖直的散热孔。对于带有 ROG logo 的产品来说，算是相当低调了。只有转轴背面的散热孔还能看得出来这是台 ROG 的笔记本。然后作为对比，这个充电器就怎么都低调不起来了，起码也有半块砖头大小是180瓦的充电器。机身上面还有一个全功能的 USB-C 接口，是支持 PD 输入的但是最大65瓦，不能完全带动这台机器。经过我们测试，使用原装电源进行游戏的时候是能到100瓦以上的PD 充电器只能作为在外面且对性能需求不高时的一个便携方案了。最后来看一下接口，幻14的配置还是相当丰富的USB Type A 和 Type C 各有2个，其中一个 Type C 就是刚才说的全功能的，支持充电也支持 DP 视频输出幻14唯一有点可惜就是没有配网线接口了。外观看完，那么就要来到惯例的开机时间。这里先把机器拆开，是因为入门款的幻14只有单通道 8GB 内存，还需要再加一根内存才是双通道。内存对性能，特别是游戏方面的影响挺大的，后面也会对单双通道的差别做一下测试。拧到最右下角的时候，发现这颗螺丝会自动把后盖顶起来一个角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用吸盘拉一下就开了拆解过程挺顺畅的看了一下也没有断卡扣什么的。后盖上面也没有搞什么奇怪的塑料片，散热孔都是通的。拆开之后可以看到，为了压制480HS 和1600 Ti Max Q，幻14里面使用了双风扇加多条热管的设计，同时风扇都是两边出风的，实际的散热效果等一下来测测看。SSD 上面贴了散热片，不太好拆，不过我们在系统里面已经确认过了是从唐朝传下来的英特尔660P，这个大家都很熟了，都是老朋友了，就不多做介绍了。SSD 下面还藏着一个 AX200 WiFi 6无线网卡。电池的容量是76瓦时，在 PC Mark 8里面测出来是接近5个小时的续航对于这么高性能的机器来说，表现还不错轻度办公半天肯定是没问题的，玩游戏剪视频就肯定还是要插电。最后就是刚才说的内存的部分了幻14默认有8GB 的内存，但是焊死在了主板的另外一面，然后留了一个内存槽，最高说是支持到32GB不过两边不对称，总觉得有一点逼死强迫症这里我是插了一根坏客神调 8G2666 上去。板载的内存是3200的，时序就是 JEDEC 的标准之一不咋地，单通道的性能表现也不是很好。再加了一根内存之后，频率就是按最低的那根来定时序方面 CPU-Z 和 IDA64 的意见有点不太一致，我也没有找到调整的地方。IDA64 那边的是骇客神调的实际时序总之出来的带宽算是可以接受以及延迟一如既往的高。剩下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拆了，赶紧来到理论性能以及游戏的测试部分吧。作为参考，我们从 S Plus Tech 那里借来了一台 Y7000P 2019对，还是 Y7000P， 但是好在不用自己掏钱。
处理器是9750H比10750H理论上会弱点。显卡是1660 Ti， 但是没有 Max-Q同时 Y7000P 是15寸标准厚度的游戏本整体定位和幻刃4有差别所以这台机器就是大致做个标准，看一看幻刃4能有多强并不是非常严谨的 AI 对比。准确的说，配置定位和幻刃4相近的 Intel 笔记本其实还是有点难找的。而且这颗480HS 也是华硕独占半年的特调体质大雕版，能耗比要比普通的 480H 更强总之详细的4000系列对比还是择日再搞吧。肯定能做出来的反正4000系笔记本处理器起码要卖到明年的嘛到时候还可以拉上 Tiger Lake 一起看看。那么来发表成绩吧，首先还是老朋友 3D 渲染测试软件 Cinebench。在这个项目中，幻刃4上的480HS 的多线程得分已经和桌面版的2700X几乎一样了单线程表现甚至还要再强点。早2年的话，这种性能在笔记本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幻14还勉强算是轻薄本。同时这一类软件对内存带宽的需求不是很明显，所以可以看到单双通道对成绩没有太大影响，基本在误差之中。然后我们在幻14上面用脚本连续不停的跑了20次的 R15 测试从第10次开始分数就稳定在1680左右幻14的长时间性能释放还是不错的。W Prime 和 V-Ray 的成绩也是相当 OK， W Prime 中 480HS 的多线程成绩已经超过2700X摸屏了，而 V-Ray 的成绩就和3600差不多应该和单核睿频有关。专业软件的测试软件 Spec Workstation 这个项目之中，双通道内存似乎可以带来一定的提升除了 7zip 之外的3个项目分数都有增加。而在 3D Mark 中，双通道内存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一点了特别是 TimeSpy 中，单通道落后了有 10%， 显卡得分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后因为幻刃4上面的1660 Ti 是 Max-Q 版的成绩比 Y7000P 上的要低一些，但差距不算大，还可以接受。最后一个项目是内存影响最大的，在 PR 转码中，双通道 16G 的幻刃4能快出6分多钟来可能和双通道有关，也可能和容量有关但总之这台机器想要发挥出全部性能，果然还是得拆开多插一根内存才行。说到 PR， 我们测试了使用幻刃4来进行 4K 视频剪辑非常的流畅，无论是剪辑 MP4 还是 B-roll 都没有问题。毕竟是8核处理器加还过得去的独显，在能剪辑 4K 视频的 Windows 笔记本之中，这一台算是非常轻薄了。过来就是游戏的测试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快速的跑了几款。第一个还是老朋友吃鸡3级制 1080P， 这个游戏对内存带宽需求非常高所以单双通道的差异非常明显。双通道的状态下帧数能高出接近 20% 然后 Y7000P 毕竟是标准厚度的游戏本，散热表现更好，显卡也不是 Max-Q 版的睿频更高，帧数比幻刃4高出不少。过来是 CSGO， 幻刃4和 Y7000P 的差距比例和吃鸡中差不多不过双通道下也能平均跑到200帧了，对玩家发挥的影响恐怕还没有那个25毫秒延迟的屏幕高。第三个是大表哥2，这个游戏的优化非常神奇幻刃4单双通道下的帧数一样，然后比 Y7000P 还高了几帧。仔细看了一下监测数据，游戏中显卡的温度比较低 ，CPU 占用也不高，这个游戏可能和单核频率相关。幻刃4上的480HS 在游戏时的频率要更高一点。最后一个游戏是古墓11，这个的帧数表现就还是和前面一样了双通道表现比单通道的高些 ，Y7000P 再强些。总的来说，目前的单机大作，我手上这个配置的幻刃4基本是能玩的实在不行，稍微加点特效也能做到60帧流畅游戏。前面的测试都是 HDMI 外接采集卡录制的成绩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下跟内屏的对比，在 CSGO 中帧数的差距非常小，大多数情况下在几帧这样。吃鸡中也是这样，落地后基本上也是只有几帧差距。之前试玩过 3750H 加独显的游戏本，核显转发或者说直接用笔记本屏幕玩游戏时，性能损失是比较大的。在4代笔记本锐龙中，这个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不需要外接屏幕也能基本发挥出独显的性能来。游戏看完，最后一个项目就是散热的测试了。在 i.64 里面开启 FPU 和 GPU 双烤半个小时之后 ，CPU 温度稳定在90度出头，显卡温度80多。此时电源的输入功率是120瓦左右，噪音50分贝出头，性能模式是在武器库里面开到增强。对于一款8核心处理器带独显能玩游戏的轻薄本来说这个表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不太能接受的是，烤机或者游戏半个小时之后，主机正反面最热的地方可以去到50多度这已经会烫手了。
在 WASD 位置也有42度，长时间玩游戏真的会有铁板熊掌的感觉啊！包括剪视频都会感觉到键盘是热的，有可能是内部风扇的尺寸不太够，没能及时把热量都散到空气中。在家里接个外置键盘倒是能避开这个问题啊，带出去的话再背个键盘就会影响便携性了。那么终于来到总结时间了啊！480HS 这款 CPU 目前看下来的表现相当不错啊，性能强的同时还能放到这么小的机身里面啊，不愧是特挑体质版，而且低附在下的功耗控制也不错啊，前2代锐龙笔记本处理器的一些问题基本修好了。再加上 AMD 的价格攻势，今年笔记本的市场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实际上，英特尔也推出了10875H 这个价格更低的8核心的处理器来应对啊。然后很快 Tiger Lake 也要上市了，按照时代的情况，估计是先上 U 字尾的低压版本啊。总之，接下来这个战场会很有看头。然后回到这一次的笔记本幻14啊，作为一台14寸1.65公斤的轻薄本啊，能有这么高的性能，确实是非常厉害了。对于需要经常外出，同时对电脑性能有需求的用户啊，轻一点是真的能救命的。出差的时候，你要带在身上的不光是电脑，还有衣服、充电宝、日用品什么的。感觉这台机器会比较适合经常出差拍摄，然后当天要在酒店把视频剪出来的媒体用户。屏幕的色彩表现也算可以接受啊，就是买回来之后要记得租个校色仪回来校一下色。唯独就是散热方面，感觉还是缺了一点啊。热确实是散出去了，合计100瓦左右的 CPU 和显卡能压住啊，但是散热到外壳上了，使用体验上还是差一点点。最后啊，我们淘宝店铺的 ITX 整机终于开售了，使用的是我们自家的 V1 机箱啊，可以选配不同档位的硬件，英特尔和 AMD 处理器的配置都有，同时半年内非人为损坏的硬件可以享受换新服务。对于想要小主机又不想折腾安装走线的朋友，可以来买了啊！现在我们机箱的生产速度有所提升，整机以及这一批预售的机箱在9月1号前是可以发货出来的啊！如果不行，那就扣肥宅的工资。还有 V1 的青春版机箱也在路上了，很快会开启预售，具体细节可以看我发的上一篇文章啊。那么这一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记得点赞支持一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